但是虽然这么想着，可是灵动和牧尘也必须要救。虽然那通道中是能够炼化他们的神元之气，可萧炎拥有焚神之力，算是可以抵抗那些诡异死气的能量。看着越来越多的超神势力之人被传送到那通往中枢区的通道中，也就代表着这些人即将被炼化成御灵。强大的御灵献祭阵不断的释放出强大的能量，经过半个小时的吐纳传送，最后将数十万人全部传送到了中枢区。从那通道中所散发出来的能量，能够让萧炎都感到危险的，怕正是所谓的御星了。炼化如此之多的强者成为御灵，那所谓的御星究竟是什么东西？而且炼化出如此多的御灵，神奇联盟究竟是做什么？不过这一切只有进入到中枢区，或许才能知晓真相，同时也能够连带出神奇联盟的大计划，也说不定。我现在也能进去了吗？萧炎看到最后一位身影消失在那通道中后，便是发问道：你还真的要进去啊？你这家伙怕是想力量想疯了吧？而且那个地方可没有那么简单，就算你进去了，也不一定会被炼化成御魂，也成不了御魂头。最强的御头收回自身的诡异死气，目光灼灼地盯着萧炎看了一眼，沉声道：什么意思？萧炎感觉自己被戏耍了一般。你难道忘记了，在我们这天域中，御头是无法自己放弃肉身被炼化成御魂的，除非御尊大人批准，不然的话我们根本进不去中枢区，而那唯一的通道也是为这些即将成为御灵的人准备的。你现在进去无疑就是找死。最强御头解释道：无法进去。萧炎的表情逐渐的阴沉下来，说到底刚刚自己被对方耍了，灵动牧尘二人现在生死未卜，如今只差最后一步，可是被这些家伙给糊弄了过去，这何尝不让萧炎心中暴走。顿时间现场陷入了一场一触即发的局面。但是面对9位御头，萧炎也没有直接选择与之一战，毕竟那位最强的御头乃是半步8重天卫神的实力，就算是萧炎施展出焚神3火的力量，也怕是难以击败对方。所以为了万无一失，还是暂时隐忍了。就在萧炎强忍心中的怒火时，在那暗红色明月的深处，那道传送通道随着御灵献祭阵的消失，通道口也逐渐的缩小，并且爆发出轰隆的响声，好像要即将关闭了一般。萧炎见状，二话不说，直接眼神一冷，身影一闪，以极快的速度飞奔而去。如果那里的通道被关闭的话，那么萧炎就再也没有机会找到灵动和牧尘将其救出了。其他几位御头看到萧炎的速度如此之快，直接是惊呆在了原地，一时间都没有反应过来。萧炎那等风动引刀的速度实在是太快了，很快还没等他们这些御头反应过来，萧炎的身影也是没入了那通往中枢区的通道中，随后那通道也是彻底的被关闭而上。如此快的速度，就连我都差点没看清楚，这家伙竟然还隐藏了实力。最强御头都是对萧炎的这等速度所震慑，至于其他那几位御头更是骇然无比。要知道他们所认识的御头可没有那么快的速度，一时间也让他们陷入了困惑中。你们有没有发现今天的这家伙有点异常啊？此时细心观察的一位御头轻声说道：的确，这可不是无奈平常所见到过的。在几位御头的交谈中，彼此有开始怀疑起了萧炎的身份。不过他们认为，就算眼前的这家伙不同寻常，只要进入了中枢区，那么就只有有来无回的地步，所以他们也不过于的担心会出什么问题。特别是最强的御头，似乎他知道进入中枢区意味着什么，因为在那个里面有着令他这位半步8重天卫神实力都感到十分的危险。算了，不用管他了，既然他想寻死也没有办法，如果真的能够成为御魂，也算是他的荣耀了。随后剩下的9位御头继续坐镇天域内区，准备下一批御灵的到来。天域中枢区通道的尽头散发出一道光芒，数十万之人的身影皆是从这通道口飞掠而出，最后各个身影在这充满诡异无比的空间中悬浮着。这里没有任何的生物，唯有那数十万之人的身躯，这亏也没有无尽的黑暗，而是在黑暗中带着暗红色的诡异光辉。他们已经没有的意识，身上的生气全部被代替成死气，而且他们的体内气息比起之前更加的强大了几分。看来在成为了御灵之后，实力也是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。不过他们则是付出了巨大的代价，那就是生命。如今个个都成为了半死不活的御灵。现在这些御灵在空中悬浮了片刻之后，便是朝着下方落下。只见下方则是一片猩红色的血水，这些数十万之人的身躯全部落在了其中，湮灭而下，而他们的神魂都被抽离了身体，朝着血水深处掠去，因为他们的神魂正在被一股可怕的能量吸扯而去。萧炎的周身散发出奇特的金色力量，那就是焚神之力。有了焚神之力护体，萧炎能够暂时的在这之中行动，不然现在的自己早已经被这里的诡异能量所侵蚀，变成与他们一样。这地方甚是诡异，看来这血水的深处应该别有洞天，或者说那所谓的玉星就在血水之中。萧炎双眼一动，其中闪过一道火芒，观察了四周没有特别的异常情况后，便是动用神形起步的风步，冲入了下方的血水中。可以清晰地感受到，这血水中有着可以将一名5重天卫神以及6重天卫神，甚至是7重天卫神，都是能够将其吞噬而下的恐怖能量。这也难怪，还有如此之多的强者都会被炼化成御灵，而他们的神魂
则是会被玉心吸收。如果被玉心认可，那么他们更是为成为玉魂，得到玉心的最终力量。虽然无法出去，可是也能够满足那些对力量的渴望之人。